好嘞，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上的就是延续这一个系列主题，叫职人的工具袋。所以包括这个，你们上次讨论过是木工的，可能有缝纫的，或者美发师的。好，所以如果你只是一个空空的袋子，然后把所有的工具都往里面丢，那是不行。重点要有对应于工具的隔层，记得哈。第二件事情要思考袋跟接触物的依附关系。所以其实不只是盛装和陈列而已哦，你还需要顺手跟好用。我觉得所有的设计都是刻意发生的事情。帮使用者先想好他可能有的使用模式，你就可以针对那个使用的模式产生新的设计跟一种新的使用形态这样。那再来的话，我们学校因为是职业类科，那他们其实毕业了以后可能不一定会升学，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就业，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其实更需要是实用性强，或者是这个美感的概念是未来可以带得走，或者是直接可以应用的这个部分，这样从他们可以带得走又他们有兴趣的物件，做出一个真实的成品，对他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也鼓励同学善用他们手边的，就是既有的资源啦，就是木工能力很强的这个部分。当设计师如果可以，或者是说职人，他可以多思考一点点使用者的行为或心理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发展出更好的设计。对，那是木盒的话，它的形式就很多。那怎么样收得整齐？那怎么样可以在中间再加一点创意？这个年纪的小孩来说，最容易找到的工作，要么就手摇饮，要么就外送。那台东的外送员大概就拿这个小袋子，来就一包一包的。我跟他讨论说，你觉得最大的困扰是什么？他说零钱没办法分类。我说，对，所以我说你要不要做一个零钱可以分类的？他说好哦。这个过程里面，我要再跟他讨论那个使用行为的事情。他想要这样，还可以翻，随时可以翻动。那他可以翻动的时候，他说：“每一个隔层会有一个口袋，那它可以借由不同的颜色或上面有不同的线绳，它可以去辨别说这个口袋里面有什么。所以它就算是一个很素色的、很素面的袋子，它也维持了一个它基本的功能性。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蛮好的，是。”设计是经由不断的讨论修正出来。对，我读室内设计科，因为通常需要到工地施工地方，其实它需要画或绘图，就是一方面它工作也可以用，如果你需要一些，就是放一些书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美感啊，它其实是一种素养。即使你的工作距离美感这件事情。感觉上差异很大，但是事实上，你一天24小时，你都不断的在经历抉择，所以我觉得美感是一个生活态度，是一种素养。那我觉得在美感的背后的这件事，我其实一直想要让学生了解一件事情，叫做共好。设计其实让自己开心之外，也要能够让别人也开心。那我觉得很重要，其实是让他们这些孩子在地生长的孩子去发掘自己的特长，然后去肯定自己的能力。重要的那个美感能力，可能是跟他们生活经验有关，未来可以带着走，应用得到生活里面，那件事情是相对重要的。